对天灯村的孩子们来说，懂事实在是一个很残忍的词。从6、7岁起，他们便不得不离开父母，在学校附近的小木屋里独自生活。在这个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里，他们早已像大人一样能熟练地挑柴生火、做饭洗碗了。他们贫苦的生活源自于恶劣的生活环境，由于山高路烂，居住分散，大多孩子从家到学校都需要走上20、30里的山路，往返至少需要1天的时间，而学校穷的是叮当响，根本拿不出钱来建盖宿舍，所以家长只能在学校附近的坡地上为自家孩子搭一所简陋的小木屋。久而久之，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学生村。每天上午10点上完第2节课后，孩子们便要忙着搬柴生火、起锅做饭。镜头中的何树松和兄弟杨灿军，一个在读6年级，一个在读3年级，他们1个星期才回1次家，平日里就住在这间仅有6平米的小木屋里，而盐油菜米全部都是从家里带来的，每天吃多少用多少都必须像家庭主妇一样精打细算，否则根本熬不到星期5。一般米饭加上几片素炒洋芋就是1顿，至于肉，那是过年过节才吃得上的奢侈品。哪怕这样，兄弟2人的生活都已经算是学生村里的小康水平了，因为还有许多孩子连木屋都搭不起，只能住在学校建的大伙房里。孩子们各有各的灶，各生各的火，在这里说吃饭是真的只有饭，如果还能加上一个烤洋芋，便算是大餐了。像家境贫寒的张国海，就连米都吃不起，每顿不是包谷面搂糊涂，就是糊涂搂包谷面。1999年的寒假结束后，张国海的母亲卖掉了家中最后1只鸡，但依然没有凑够孩子的书杂学费。当谈到一贫如洗的家庭时，他忍不住在办公室里抽泣了起来。或许穷人的眼泪并不值钱，但他这种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的决心却触动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最终，薪资微薄的校长个人资助了他50块，另外又安排了学校财务给他1年级的小儿子补助了50块，同时还免除了2个孩子所有的书本费。当然，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张母这样的决心。像6年级的尹继梅虽然十分渴望上学，但家里既供不起，也不愿再供，所以自打开学后，他便一直没来上课。为此，班主任李少军打算亲自跑一趟尹家，以劝其父母能继续支持孩子上学。尹继梅的家位于几10公里外的大场村，是一所4面漏风的小柴屋。如今他和姐姐都已失学，唯有妹妹在读2年级。她呆呆地趴在门口，脸上写满了成年人才有的哀愁，那苦涩的双眼似乎已窥见了自己将来的命运。之后，尽管班主任李少军反复劝说，但父亲都表示家里已无力承担继梅的学费，说要是粮食的话，还能你省一口我省一口，但现钱确实是1分都拿不出来了。无奈之余，李少军咬咬牙，掏出了150块塞给了尹父，让他尽快把继梅送到学校。而这150块是李少军1个月的工资，也是唯一的收入来源，一家3口全指望这点工资过活。平日妻子段润桃省吃俭用，连儿子的衣服破了都舍不得买，如今一听丈夫一下捐了150块，气的是两眼冒火。你晓得你莫管我了，我小小年头就搞你啥也啥多了，过节日我搞不能早点了。那谷子村2个辈子人了，这个日后人嘛，咋子过你想？1993年，高中毕业的李少军来到天灯小学，当上了一名没有编制的合同教师，也就是传说中的临时工。虽然拿着全校最低的工资，但他却干着最苦最累的活。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，他除了正常的上课教书外，还要管着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，可谓一边既要当老师，一边又要当爹妈。每天晚上10点后，他还得提着油灯来到学生村，
挨门挨户地督促孩子们睡觉，同时还要检查小木屋里的火塘是否已经熄灭，以免发生火灾。而离学校不远的小巷里，有一家用发电机放映录像带的小黑店，那是一个人人都向往的神奇世界。每深夜，学校吹了熄灯哨后，总会有几个黑影会悄悄地溜进去。对孩子们来说，小店里放映的香港武侠片、枪战片远比课本更有吸引力。而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班主任那熟悉的步伐和气灯了。前头一带个有补转二路向，别个在二路向呢，老师也上回的9年级做到，老师也要玩二路向，我就偏要说，就是这样的。除了录像带，学生们的娱乐方式还有甩翁子、弹弹珠、拿石子儿。或许只有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里，他们才能活得像个孩子。春末夏初，雨稀里哗啦地连下了10多天，使得崎岖的山路变得更加湿滑艰险。一直无法回家的孩子们，油米也渐渐耗尽，只好去向其他同学借。为了节省这最后的口粮，孩子们一天只敢吃1顿饭，每一粒米都是嚼上半天才舍得咽。另外一边，班主任李少军也为进修的事和妻子吵了起来。在之前的3年里，他已经花了5000多块去进修中等师范函授，期间全靠妻子喂鸡养猪，省吃俭用，才勉强维持住了全家人的生活。如今李少军为了争取公办教师的名额，打算再自费去考1年制的师范证书，但妻子却非常反对。他认为学校即将要搞聘任制，就算考上了也不一定能转为公办教师。另外，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再允许，如果再花几千块去考试，那简直是要了自己的命啊！雨季过后，天灯小学的重建工作终于恢复了施工，而何树松兄弟俩却趁着周末跑到山上去挖了一种叫防风的中草药。2个小人虽力气不大，但抡起锄头来却是十分的熟练，熟练的甚至让人有些心疼。一番挥汗如雨后，已是中午，兄弟俩背着满满的成果来到了村里的小卖部，而1斤半的草药最终一共卖得了9块钱。接着兄弟俩翻山越岭，走了30多公里的山路，来到了县城里。一番打听后，2人走进了书店里，花了7块8毛钱买下了一本新华字典。付钱时，何树松在心口的口袋里拽了半天，才掏出了那1沓毛票。去掉了1块2毛钱后，他带着一丝不舍，将剩下的钱递给了柜台。而从早上到现在，兄弟俩都还没吃过1口饭。此时他们很想吃一碗梦里才有的凉米线，但面对一个完全吃不起的价格，他们只能呆呆地站在那儿，静静地望着。最终2人用剩下的1块2毛钱买了2个素面馒头来充饥。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使得他们当天赶回学校的计划泡了汤。日落后，黑夜铺成了一床薄被，包裹着他们幼小的身躯。地尽管很湿，但路灯很暖很暖。拈指间便到了期末考，即将毕业的6年级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。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，何树松连续数晚都在点着松明熬夜复习，而李老师也专门出了一版如何考试的黑板报。期间写错1个字时，还被何树松当场指了出来。看来他的字典并没有白买。考试这天，附近的山路全被雨水冲烂了，所以试卷都是靠马从县城里驮来的。当孩子们正一笔一画地认真答题时，李少军也匆匆赶往了县城，去参加1年制师范的考试。妻子呢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对此并没有阻拦。天灯小学放假不久后，学校新盖的教学楼终于竣工了，而李老师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
亲朋好友庆贺之余，妻子段润桃默默地杀掉了家里的最后一头猪，给丈夫凑够了上学的费用。多年来，其实正是她在背后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，才成全了李少军的善良和前途。另外一边，远在山下的何树松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乡里的中学。为此，父母特意给他买了一双崭新的球鞋作为奖励。或许是怕自己配不上，何树松洗了好几遍脚，足足换了2盆水，才舍得把新鞋穿上。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，何树松带着全家人的希望，孤身一人前往了乡里的学校。那潇洒的背影里，写着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，也藏着翩翩少年的青云志。这部由卫星执导的真实纪录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。片中的天灯小学位于云南大理的云龙县，其地势高耸入云，非常险峻，远远看去就犹如一座通向天空的阶梯，所以当地人将其形象地称为天灯。虽然他们住得比云高，但人生的起点却很低。在这里，读书是唯一的出路，也是许多孩子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当时纪录片播出过后，天灯小学便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，许多爱心人士纷纷捐款捐物，助力当地的孩子脱贫求学。包括导演卫星也承揽了何树松兄弟俩今后上学的费用，同时还认养了10个贫困家庭的孩子，供他们上学。而后，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，简陋破败的天灯小学经过多次的修缮和扩建，校园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如今更是成为了当地条件最好的小学之一。